发泄性欲的一个常见方法是看色情片，这是已经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提到并鼓励的，虽然它可能对一些人有效，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上瘾的问题。但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色情片上瘾呢？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吧。一、孤独与逃避现实。在讨论科学原理之前，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人们会迷上色情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好吧，把它想象成一种应对机制，有点像人们在情绪低落时转向甜食和垃圾食品。有人会用色情暂时分散对生活挑战和孤独的注意力，但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处理情绪的方式。这就像试图通过一些不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来击败孤独或悲伤。更棘手的是，色情片可以带给人高潮和低谷，瞬间的强烈兴奋后是让人感到非常低落的时间，这些起起伏伏会形成一个循环，让人渴望下一个高潮，而且很难摆脱。人们经常陷入这种境地，因为他们正在处理复杂情绪，或者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支持系统。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即使只是暂时的摆脱生活，有时可能变得像过山车一样情绪波动。二、追求多巴胺高潮。好，现在在进入这个话题的更科学的方面之前，让我们先弄清楚什么是上瘾。因为当大多数人听到上瘾这个词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毒瘾，一种成瘾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与吸毒成瘾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心理协会将成瘾定义为对酒精或其他药物使用的一种心理或生理依赖状态。通常，这个词用于谈论药物滥用，但其定义可以扩展到行为障碍，其中包括性行为。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对色情上瘾呢？好问题，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点。三、培养忍耐力。有人会对色情上瘾，因为它会在大脑中引发一种愉悦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需要更明确的内容来获得同样的感觉。有时，作为一种逃避问题或孤独的方式，它可能成为一种习惯，甚至让人们感觉更糟。换句话说，人们会产生一种耐受性，人们会对色情上瘾，但也会对色情产生耐受性，就像对毒品一样。这导致他们每次用到色情时的快感减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需要看越来越多的色情片才能感受到同样的高潮。那么这对色情成瘾意味着什么呢？继续下一点。四、过量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影响我们与他人交往方式的大脑化学物质，但长时间过多的多巴胺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使我们更容易沉迷于某些事。换句话说，大量的多巴胺会导致消极的社会行为。那么，所有这些科学知识与色情成瘾有什么关系？看色情片会使大脑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大脑不能调节多巴胺，那就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因素包括遗传、环境压力和心理健康状况，都可能使人难以控制大脑的多巴胺水平。这就引出了下一点。五、心理健康状况。许多心理健康状况会导致色情成瘾，抑郁、强迫症、焦虑、多动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对于患有这些疾病的人来说，看色情片是种逃避。有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去看色情片，这可能会变成习惯。但是为什么会变成问题呢？因为大脑中有两种化学物质，多巴胺和血清素。我们已经讨论过多巴胺在成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血清素。当一个人感到沮丧或焦虑时，血清素水平通常很低，而当进行性活动时，它会提高血清素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高潮后通常会感到平静和放松。事实上，法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花哨的名字，他们叫它 La Petite Mort， 直译是小死亡。六、额叶功能低下。额叶功能低下是什么？低下的意思是更少。所以，额叶功能低下意味着大脑前部没有处于最佳工作状态。这部分就像大脑的管理者，负责决策、记忆、学习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为什么这很重要？一些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抑郁症或其他心理健康挑战时，他们的大脑前部可能会缩小一点。2011年，甚至有项研究调查了这是否会影响人们应对色情成瘾的方式。他们发现，是的，确实如此。这就像大脑的老板没有正常工作
作一样，它可以改变一个人处理色情等事情的方式。7、人生早期阶段的创伤性脑损伤，信不信由你。严重的脑损伤，尤其是在人生早期阶段，会间接导致上瘾。脑损伤后，一些人出现性问题是很常见的，他们可能对性不太感兴趣，或者有时恰恰相反，他们想要很多。他们寻找满足的方式包括性、自我愉悦，甚至看色情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脑损伤后会从这些问题中恢复过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恢复。告诉我们，大家对其中一些原因感到震惊吗？我们有没有漏掉了其他可以包括在内的原因？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此外，您观看我们内容对我们的支持意义重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不断影响更多的人。所以，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很有趣，想支持我们探索更多的心理学话题，请点赞并留言吧。一如既往，感谢收看。